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快速成为全世界最严重的缺血国家。大家应该知道，血液这个东西，人类到目前是造不出来的，而且可预期的未来也造不出来。但是你治疗大量疾病啊，治疗动手术各种东西，你就得输血，不输血这人就得死。所以目前整个人类社会所有国家获得血液的途径只有一个：献血。把血抽出来储存好啊，血的储存时间还不能很长，然后用的时候给需要用的人用。那什么时候才保证一个国家血液是安全的？世界卫生组织 WTO 2025年明确有数据，国家1000人献血率能够达到1%或3%，才能基本满足医疗临床用血需求。我再说一遍 ，WTO 世界卫生组织一个国家1000人献血率达到1%到3%，就是10%到30%，才能基本满足医疗临床用血需求。大家可以去网上找，网上找看我这话对不对，有没有一句话不对的啊？基本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从那时候开始，1998年整个国家严格采取无偿献血机制，任何领域不许有偿献血，用无偿献血机制获得的血液来满足整个国家血液的需求。从1998到2016年，中国的1000人献血率一直徘徊在1%到1.2%之间，这就是属于叫什么 WTO 说的基本满足医疗临床用血需求。好在哪儿？好在中国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整个社会都很年轻，所以整体国家的血液需求一直在1%上下徘徊，所以还有点容量那时候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到2016年凸显了，因为中共国要进入老龄化了，老龄化老人得病多呀，需要医疗的血液多呀，所以血液就成了紧迫的状况。所以从2016年开始，中共就开始每一年都发布高压行政指令，而且一年比一年严格。这指令主要是给2个方向的，这边给谁？给最大的献血主力军高校、教育体制，当时叫教育部往下走的，就是所有要什么扩招这那的，包括那些公立的985、211你要成为985、211，每年的衡量指标都有一个，你们不知道可以去查一下，就是学生献血的比例。所以大学生是中共国献血最核心的无偿献血群体主力第二部分，这个大家就是体制内的人公务员也好，事业编也好，国企的、央企的等等关联人员，成为什么？成为献血主力军，第2大主力军各部门领导衡量其政绩的重要指标所以这种情况下，2016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中共国16、17、18、19、4年献血的人数都在增长，从2016年的1400万人次无偿献血，到2019年上涨到1560万人次1000人献血率也达到了1.2%的历史高峰。但是2019年达到高峰1560万次以后，国家卫健委仍旧公告了那一年是近10年用血矛盾最大的一年。为什么？老龄化了，所以中共国从2000年以后，医疗手术量跟癌症治疗量每年都在增长而且后面的10年每年10%左右的增长。所以尽管1000人献血率达到了高峰，可是由于血液的供给是按照区域血型有要求的所以实际上1000人供给率1.2%以后，供血跟用血的剪刀差还在拉大。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全国无偿献血的人口同比一下暴跌9.8%，这时候中共就不得不出具行政文件，要求所有政府人员，原来公务员、事业编国企，现在连临时雇佣人员，还有所有军队的战士军官、武警、医疗从业人员等等，全要强制献血。
这个情况一直到2023年疫情结束，也就是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献血率能支持，没出现大的故障，就是靠行政指令强制所有人干的事。但是即使这样的情况，也导致明确的用血荒出现。所以在新冠疫情的后期2023年，这时候供血量已经跟疫情前差不了太多了啊，一些非急重的疾病也只能延期手术或延期治疗，缺血了。2024年疫情没了啊，2023年就取消了，2024年更没了。很多强制政策那不能老压迫呀，啊，全国无偿献血人数在这种没有持续压迫的情况下迅速下跌，又跌破1500人次大关了。所以2025年政府再次中共实施全国性强制献血，特别对军队武警实施了更严格政策啊。只不过由于高校、中央政府机构关联很多体制，有大量的人员躺平不献了，所以相比起这次政府强制大打折扣，只恢复了不到20万人次，1510万人次啊。但是这1510万人次面对的是什么？已经增长到1%千人献血率才能满足的血液需求。这边供血1.2%，这边需求1.5%，1000人里面，2026年前2个月全国无偿献血人次同比去年再次下降9.8%，绝对数值超过了2020年疫情那一次。而且很多研究机构表明，3到4月一直到年底，这个降幅都会不断扩大。目前中共国在现有情况下，平均1000人献血率只有1.1%左右，而2026年底这个数值大概率会跌到0.96%，千分之9.6%。而中共国那个时候今年年底血液的需求最低在1.5%到1.6%之间。所以献血的人，咱们就别提都是交叉怎么用了，这边只有0.96%，这边需求有1.5%到1.6%，剪刀差，两者差距近1步。为什么会扩大？因为献血主力军出问题了，一个是学生出问题了，在校大学生献血人次在近几年快速锐减，从2023年的236.6万人次减少到2025年的106万人次，预计2026年这个数值会首次下降到100万人次以内。另一个原因就是另一个主力军体制内强迫献血的最核心的主力军就是医疗人员根据中共国家卫健委数据，中共医疗工作者献血率每一年达到55%，就是每一年1半以上的医疗工作者都会至少献血一次，血站工作人员年献血率达到330%。什么意思？就是血站一年的人平均会献3次血，多次献血所以这本来又是一个很核心的这个中共有关的事业编的合群主力军，但是这几年减少了。过去医院医生、护士、行政人员、临时工作人员都会承担流动性血袋的功能有病人不够血了，到他们献。但是伴随中共这2年医疗改革，咱们也都知道医保没钱了，大量医院严重亏损，工资锐减，甚至很多发不出工资来，所以不献了。你工资都出不来，这些人献什么呀？流动性血袋的绝对数值快速减少。此外呢，伴随经济下降中共体制内关联机构也在不断裁员。过去献血的政府机构的主力军不是很多固定人员，什么公务员，而是非体制内固定人员。但是这些人员2025年下半年大量被裁员，也没人献了，所以导致目前中共国献血人次呈现史无前例，这又是个史无前例的速度下跌，而且无法解决，也没人关注大学生不主动献血的原因大家清楚，看不到未来他们毕了业都不知道干哪儿。过去我他妈进去献个血，政治积极，当个他妈什么学生会当个什么团委的然后出去能找个好工作。现在北大清华的学生都得铁人3项、吉祥3宝，对吧？我再政治积极，我出去混个党员，我也他妈不可能有工作。所以呢，学生就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所以就没人献了。献血都是政治积极活动，你要求无偿献血，你不能拿着枪逼着学生干。但是需求不一样，老龄化开始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肿瘤心血管手术等高耗血的增长速度，现在年增长率超过10%了。我们要剪刀差更大，所以大量3甲医院集中的这些省市周边地区的医疗或医疗机构，甚至临近省的医疗机构的血都会被这些机构调走。那一调走就出现了什么？中共宣传叫一人献血全家免费用血的承诺干不了了。别说全家，哪怕你献了血，你在这医院献血拿个献血证，结果你有病，你到这治的时候，这个医院可能血已经被调走了，血库严重不足。就别说你全家了，你献了血你都赶不上用血这也是咱们在自媒体这几年大家看了很多信息。所以无偿献血的人就觉得被骗了，我献那么多次血，结果我需要用1次都用不了，且举报无门，这一定是举报无门，那就没人主动献血了。那怎么办刚这个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献血法的修订草案，改了什么？第一，无偿献血年龄从55岁延长到65岁。有人说啥意思？跟他们退休一样啊。第二，献血周期从过去不少于6个月，也就是1年献2次，现在缩短为3个月，1年可以献4次。你把整个这个献血法修订草案讨论稿你看一遍，你就发现讲什么呢？就新修订的法律针对的就是体制内人员、公务员、事业编、军人，因为没有人献了无偿献血。那为什么55改65？因为延迟退休了，很多他妈以后65岁之前还得在工作呢，甭管你是当了个兵也好，你当了个官也好，你当了个公务员，你他妈当了一个教师、事业编的，你到时候就得献，对，你不献你他妈就滚蛋，当不了以前1年1次，现在3个月1年4次1年以前2次，现在1年让你4次。以前到55你不用献了，现在65都得献。所以这个法律你看完你就明白，因为除了这些人就不可能，如果真的有人相信社会积极献血，你说改这法律不是有病吗？55岁改到65岁，这不是有病吗？1年献2次变成1年献4次但是这个法律咱们也都知道，对于那个大学生大学生就不可能55、65对于什么医疗人员，有多少医疗人员在医院55到65的等等没有用，国家知道指望不上，中共知道所以按照目前这种趋势，3年内最好的情况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跟供血的缺口不多30%以上。也就是什么意思？理论上就是血完全能够自由流通，什么都很好的情况下，也有30%的病人必须被延迟治疗。当然这30%是叠加的，下个月可能60%还得叠加。啥意思？就是没血，这没血谁敢给你治啊？他妈一开弄你出血了，没有血给你补，你不死了吗？那医院负责任。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因为按这个比例已经满足不了了，剪刀差很大，很多病人，所以很多病人在医院中面临手术。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国内的人有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医生现在已经开始明确，过去叫暗示，现在明示家属想做手术吗？自己解决血的问题。怎么解决指点个方向，自己去黑市采购，签个协议跟医院，自己采购的血自己承担血液安全问题。黑市呢，那都不是国家规范的，违法的，违反法律的，所以那是血不光贵，而且安全也没法保证。但是你要着急给你家人做手术，就没有血，告诉你那中共国能不能开始无偿献血变有偿？因为你无偿献血没人去，变有偿肯定变不了。从国家来讲越来越穷，支付不了这钱再加上如果但凡有偿，所有人都不工作了，现在的人就躺平，以后献点血就行了，有偿的国家给钱，一大堆人都靠献血活着了，对吧？那他妈国家的钱那不就薅羊毛吗？所以呢，快的话今年下半年就会明显出现，慢的话明年就会明显出现什么？很多人延迟治疗的景象血保存时间也短。为什么？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本身是应该是中共国政府的职责，
因为你这边要求全社会无偿献血，无偿的，这边你给病人用血是他妈有偿的，或者他交了医保，按医保使用的。但是问题是现在这边越来越少，就跟我说社保一样，现在的池子越来越少，这边他妈需要的人随着你老龄化解决不了，越来越多。而且由于国家没有未来，民众失去信任，社会失去对未来的希望，所以愿意无偿献血的人只能越来越少。有人说，那为什么美国、德国这些国家无偿献血？这个社会有道德、有信仰啊，对呀，民众有追求啊，对国家未来有信任，这时候就愿意无偿献啊。他认为是一种社会责任呐，他觉得这个国家和自己是一体的，他做贡献就跟海外那种无偿捐赠人数高一样。那中共国现在谁信？钱都是贪污走了，谁干？中共国只能约束体制下的这些人，但是如果不能对体制下的人维持高工资、高待遇，现在要求体制内献血，给的补偿可高了，那你给不起补偿呢，那他妈体制内的人也没什么人选。对呀，不献你怎么办？个人的问题。所以血液问题，大家可以问问圈里，已经是现在中共国超级大的社会性问题。而且伴随这几年老人群体的快速增加，这个问题我讲了30%，你想想明年这么大血口治不了病，你们家有老人，而且这很严重在哪？就是政权更替，中国共产党今天倒台了，你还是解决不了啊，这血的问题你还是解决不了啊。所以为什么跟大家有时候讲润出来是解决综合问题，不是光言论自由问题，不是光学习问题，不是生活舒心问题，你连最起码血液问题你不用担心啊。或者要不然第二办法，家里现在多生孩子嘛，但是这些孩子将来能不能给家里用不着，但是理论上终归家里多生孩子，谁要是得病没血了，自己家里人自己献，自己解决问题吧。对，否则你病都治不了，好吗？病都治不了啊！我不讲中共那些领导换血的问题等等，那他们跟我们做的都不一样啊。一查就是癌症，癌症也得需要血啊，癌症他妈你很多癌症可以切除的呀，不是都是化疗，不是都是理疗啊。癌症就等死了是吗？你的意思癌症就等死了是吗？癌症等死就不需要血了是吗？咱不知道，不是医疗专业人士啊，好吧？打过新冠疫苗的血，咱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但是新冠疫苗的人得病的很多比例确实比平时人高啊。国外的疫苗就好多了啊，国内疫苗还是挺明显的，好吧？国内疫苗还是挺明显的。